经常开车的老铁有一件事儿是避免不了的，就是说去加油站加油，但加油时也是有很多猫腻的，许多新手因为不懂吃了亏。那么今天暴弟就来给新手朋友们提个醒，也就是说加油时的6个潜规则，提前了解就能避免少花很多冤枉钱。不仅如此还能让咱的车多开好几年。首先第一点，我相信有不少的司机朋友到加油站加油的时候很多加油站的工作人员会跑到你的车辆后边就像我这样说，闻你的车有股汽油味儿然后呢拿张纸给你这个排气筒里边一塞一插，你发现里边黑油油的，对不对？黄油油的，他就说你的车积碳严重，汽油燃烧不足费油。你看着这么黑的纸，你就想可能是这种情况觉得结合你最近开车心里就觉得的确有积碳了，对不对？紧接着他就会给你推荐他们加油站的一个燃油宝。这时候很多朋友傻乎乎的就购买了他们这个燃油宝。虽然说这个燃油宝买了以后对咱们的车没啥坏处，但是因为这个你的排桶有黑就让你加燃油宝的话，这妥妥的是忽悠你，欺负你不懂车，智商税。因为咱们的汽车只要你是汽油车，只要你加油，只要你上路上跑，那么你的排气管或多或少都是有黑的，这都是正常现象，就和咱们厨房的天花板上面的油烟一个道理，都是长期日积月累下来的都是一样的。所以说咱们不用因为排气管后边有黑就去加燃油宝，你只需要保证你每次加的油是正规加油站的油，那就没问题，您放心开就对了。如果说真的是你的车辆时间长了，公里数多了，积碳严重的话，加1瓶燃油宝也起不到多大的效果，您必须长期去用。并且就算你加燃油宝，加油站的那么贵，1瓶要你50、60，对不对？咱去网上买更划算。接下来第二点，很多新手朋友容易被误导，认为加的油标号越高越好，于是呢就出现了一个越级加油的情况比如说你平时你的车油箱盖上都会写这个标号，对不对？看一下我这个推荐的是95、97对不对那有些大部分车辆它都是92的汽油于是呢他就不知道听谁说或者说听加油站的工作人员推荐你去加高标号的汽油，说这样会省油，这样动力会好你就加上了95或者说98的汽油，这很明显就是在忽悠你。咱要知道这个汽油的标号并不是说会让你的动力提升，因为这3款汽油的标号它并不是来区分好坏的，92、95、98它只是一个数值，这个数值代表了这个汽油的抗爆性不同，也就是说它们辛烷值添加不同，燃烧速度也不同。具体用哪个型号的汽油咱发动机这个盖子上汽油盖上标注的是最正确的，厂家一般都会在这个盖子上标注好适合你家的汽油。如果说你这个盖子上面标注的92号的汽油，你加95号反而适得其反，不仅会花更多的钱，而且还会因为机油燃烧不充分，增加发动机的积碳，不仅起不到好的作用，反而会更加的伤车。你就按照汽油油箱盖标注的汽油添加是最好的。但是呢，这里有一点暴弟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说你的汽车就像暴弟这样标注的是95号的汽油，对不对？那么你为了省一点钱，为了1升油省个5毛钱左右，你加了92号的汽油你就降标了，对不对？便宜几毛钱，这样做更是大错特错，万万不行。你偶尔往上加一次高标号的汽油没问题，但如果说你为了省钱降低这个汽油的标号，那么这个时候车子很有可能会出现发动机抖动无力的现象，因为汽油抗爆性变差以后，可能会导致汽油在发动机中提前点燃，造成发动机爆震，根本使不上劲儿。第三，当咱们加油的时候你发现油罐车正在泄油，那么这个时候咱们还是不要加油了，因为泄油的时候那股油会向下产生一股冲击力，因为它们的油都是储存在地下的，加油站地下的往下泄油是不是会产生冲击力呢？会将它们汽油底部沉淀的那些杂质给你冲上来，也就是说把这个汽油给搅混了。那么这个时候你再去加的话，就会将这些杂质非常微小的颗粒加到你的油箱里边，那么到时候对咱车没啥好处，有可能会堵塞咱们的喷油嘴。那有些老铁该说了，他们油枪里面不是有滤网吗？对，是有滤网，但是有一些非常细微细小的颗粒它还是会顺着咱们的那个滤网出来，加进你的油箱里边，到时候一旦堵塞喷油嘴，那麻烦就大了。所以说遇到这种情况咱最好换一家加油站，或者说等一会儿，等几个小时以后再来加油是最好的。第四个，咱们一般到加油站加满油跳枪以后工作人员都会为你凑个整，对不对？那么这个时候你真以为他能给你加进去吗？他们仅仅是为了给自己去凑整。油枪跳枪以后，下面的油管会有个回流阀、指挥阀它会
自己切断汽油的输出。而你凑整的话，那么一两毛钱，对不对？那个汽油还没有从下面再上来，它就又停了。这个时候啊，可以说啊，加了一点空气进去。所以说这纯粹呢就是拿咱消费者当大冤种啊。况且现在都是电子支付的时代，哪还需要你去凑整啊？咱又不用从兜里掏钱，对不对？就算小数点后面有3位有4位，咱们一样支付的出去。所以说咱们下次加的时候啊，不要让他们再去给咱凑整了，凑整就是多此一举。第5点呢，就是说加油不能加的太满啊。很多朋友啊可能说为了少跑几趟加油站，对不对？每次加油就把这个油枪跳枪以后，还会要求加油员给你往里边加好几十。你不要小看这个油枪啊，这个油枪跳枪以后啊，它里边上方还是有空间的，上面这一层你再加个10多升、20升都是没问题的。但是呢，你加进以后，你的油箱这个时候啊已经非常满了，没有多余的空间。特别是夏天啊，现在冬天虽然说啊问题不大，夏天的话，咱们都知道汽油啊，由于热胀冷缩的原因，对不对？在汽油油箱内部它会啊发胀，那么你加的很满，它们根本没有多余的空间让这个汽油去发胀，那么怎么办呢？这种情况下就很容易导致活油炭罐出现问题。啥是活油炭罐呢？之前包弟的视频中就给大家科普过。简单来说，活油炭罐就是用来回收蒸发的汽油的，可以把蒸发的汽油变成液体，重新参与燃烧，达到省油的效果。而你汽油加的太满以后，活油炭罐啊就可能说堆积很多的汽油，对不对？造成活油炭罐最后啊处理不过来，起不了作用，导致活油炭罐都坏掉啊，导致咱们的油耗越来越高。导致咱们的尾气经常闻到汽油味儿，就是这个问题，活油炭罐堵了。所以说咱们正常情况下，你最好把汽油加到跳枪以后就可以了。第6，如果说你平时用车也不多的情况下，加油啊也不要加的太满，因为汽油它是有保质期的。比如说啊，你1年要跑个也就跑个2、3千公里、3、5千公里，那么你每次加油啊加半箱就可以了。因为就以咱们这种用车强度来说啊，你1年跑不了1万公里啊，你加1箱油，可能说在你油箱里边会放好几个月，对不对？半箱油就够你开半个月甚至1个月了。那你加一满箱油放油箱里边2、3个月，汽油很容易变质。特别是现在国6B的汽油添加了很多的里边的乙醇，保质期就会变得更短。汽油一旦过期，就可能说出现的情况就是说车子加速无力，甚至让你的车子抛锚在路上。所以说你的用车强度不大的情况下，就不要把汽油加的太满。最后包弟给大家说一说啊，油箱上面的汽油标号，如果说你油箱上面大家来看一下。汽油标号标的是93或者说97，包弟这儿有个97对不对？那么咱们要知道97是原来的标号。如果说你上面标的是93或者说97，那么你加92或者说95就可以了。原来的93就是现在的92，原来的97就是现在的95，你明白了吗？那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如果觉得对你有所帮助，记得分给你身边有车的新手朋友。包弟不求点赞，只希望多一个人看到，少一个人被坑。让我们一起传递正能量。